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讲《甄嬛传》，嫁给皇帝注定是要被辜负的。沈眉庄未进宫之前，她母亲就给她进行过心理建设。做皇帝的女人不需要有才华，只需要照顾好皇帝的起居生活，为皇家绵延子嗣。简言之，做皇帝的女人不需要有自我，只需要陪着皇帝解解闷儿，给皇帝多生几个孩子。沈眉庄对自己进宫的使命非常清楚，当然也清楚自己这样的家世、长相和教养，能够得宠是早晚的事。正如她所设想的那样，一进宫就被封了贵人，是同批进宫的女子中位分最高的其中一位，并且成了第一个获宠的。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样的沈眉庄仅仅经历了一次假孕争宠事件，就彻底偃旗息鼓，从积极争宠的妃嫔变成了对皇帝敬而远之的另类。与甄嬛不同的是，沈眉庄对皇帝的感情没有那么多的起起落落，从高潮到低谷只有一次。反观甄嬛，被皇帝冷落过，心中失望过，决定放弃过，是沈眉庄帮着她找回了复宠的决心。很多人认为沈眉庄表面端庄温和，但内心高傲倔强，本来从皇帝那得到的爱就不够多，不够浓，一旦知道皇帝的凉薄，内心的自我就会跳出来，从而把自己跟皇帝剥离，从而遵从内心的活着。沈眉庄高傲是真，甄嬛同样具有这样的品性。为什么甄嬛能够放弃自己呢？绝不以色事人的观点去讨好皇帝，而沈眉庄不能。是沈眉庄比甄嬛更有傲气吗？反反复复看了沈眉庄对低谷期甄嬛苦口婆心的劝说，以及沈眉庄一贯的端庄懂事，就知道沈眉庄不肯原谅皇帝，拒绝跟皇帝亲近，绝不是因为她内心的傲气。像沈眉庄和甄嬛这样的上层家族走出来的女子，早已知道进宫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的感受，更关系到家族的兴衰荣辱。假孕争宠事件中，皇帝的做法让沈眉庄感到失望，曾经把你宠在手心里的人，转眼间就六亲不认，把你关了禁闭，然后自己在关禁闭期间差点被毒死。华妃还安排人故意让他得上10亿，九死一生。死里逃生的沈眉庄认识到皇帝的自私凉薄，对皇帝的感情也到了谷底。但沈眉庄也知道，在宫里如果不得宠，就会活得生不如死。甄嬛低潮期，沈眉庄劝甄嬛要重新振作起来，甚至还带着甄嬛去冷宫，看那些失宠妃子的悲惨境遇，以激起甄嬛的争宠之心，还帮助甄嬛把皇帝引到倚梅园，让甄嬛有机会再次吸引皇帝。连苏培盛都说，能为别人做这些，自己怎么不努力去使劲儿？沈眉庄什么都知道，即使不爱了，也应该努力去争宠，可她偏偏把皇帝往外推，即使皇帝觉得过意不去，特意去看看她也找理由把皇帝推出来。她这么做不仅是因为心气高，不爱了，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心里有了别人，已经容不下皇帝了。看看甄嬛，心中没有别人的时候，即使知道皇帝自私凉薄，但还是不得不用手段复宠。但等她心中已经有了果郡王，皇帝再对她好不好，皇帝是否有了新欢，这些对她来说都不重要了。沈眉庄之所以对皇帝冷淡，着急把皇帝往外推，是她心中有了别人，不想再在皇帝身上纠缠。那她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温太医的呢？在温太医冒着危险答应甄嬛救她的时候，在温太医日夜衣不解带救她命的时候，在温太医天天对她嘘寒问暖的时候，被皇帝不信任关禁闭，又几次差点死去，沈眉庄对皇帝失望至极。这个时候温太医出现了，这个男人温润如玉，救人于水火，感情专一，与皇帝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。在温太医救他命的时候，同时也拯救了他的心。对温太医动心之后的沈眉庄，心已不在皇帝这边，连甄嬛都觉得他是被皇帝伤透了心才会这样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要为温太医守心守身。同时他也知道，一味疏远皇帝可能让自己在宫中生活异常艰难，所以才主动靠近太后，以求得庇护，让自己在宫中生存的好一些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既可以疏远皇帝，又能够保护自己。这时候的沈眉庄内心是安定富足的，因为她心中已经有了要爱慕和守护的人。所有人都认为她不肯原谅皇帝，
是被皇帝伤得太深，是内心太高傲。连太后都劝他要为自己打算，甚至太后亲自出马，让皇帝去找眉庄。对太后的好意，眉庄也只是找理由搪塞过去。对皇帝不爱了，也就无所谓原谅不原谅。他疏远皇帝的真正原因，是为了温实初。甄嬛也是在沈眉庄死前才知道真相。沈眉庄是有傲气的女子，但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。她既知道自己心之所属，又找到了保护自己的方式。她从来不是个简单的女子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